日本女性的口味究竟有多重？一群2、300斤的大胖子，满身的肥肉，就连上个厕所都得要有专门的人来帮忙擦屁屁。结果呢，日本女性不仅不嫌弃，甚至做梦都想要嫁给他们。而且长相一般的还不行，必须都得是美女才行。好家伙，这要站在一起，妥妥的现实版美女野兽啊！不是他们为啥会这么想不开呢？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5亿人。要说日本最受欢迎的或是尊重的一项运动，那绝对就是相扑。要知道，相扑在日本可是被称为国技，社会地位可不低。而这种运动呢，源自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那时还叫脚底，等到南北朝才改名为相扑。宋朝时的相扑规则就和现代相扑差不多。唐朝时期，相扑流传进日本，瞬间就挤进了日本贵族的圈子，不仅被视为高雅的运动，还举办了专属于相扑的比赛。看过或是对相扑有点了解的就会发现，那些日本的相扑选手个个都是体重超200斤、满身肥肉的大胖子。因为日本相扑的规则就是这样，体重最低也要有75公斤，也就是150斤才能参加比赛，而且体型越大，体重越高，获得胜利的机会也就更大。懂不懂力大专飞的含金量啊？所以不少人为了长胖以及长久保持肥胖的身材，他们每天也就吃2顿饭，1顿饭量够10个正常人吃饱，其余的时间呢都花在睡觉上面，偶尔才会拿出点时间进行训练。这就让人想不通啊，为啥日本女性就这么想嫁给相扑手呢？高富帅这个意思，别的不说，帅肯定是要的吧。但是呢，日本的相扑手哪个不是体重超200斤的大胖子？明明和帅也搭不上边，咱们日本女性做梦都想要嫁给他们呢。前面也说了，相扑在日本是国技，受日本人追捧的同时，社会地位相当的高。其他运动项目或是明星啊，那都是小卡拉咪，而且这些相扑手的收入可是很高的，尤其是那些高级别的相扑手，年入千万日元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事儿。你看日本那些影视歌星看着光鲜亮丽，实际上真要比收入直接就被秒杀，不仅地位低，收入也远远不如。普通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还是女性，反正最后都要嫁人，那就嫁个对以后生活有保障的，这不过分吧？当然，就这么的揣测，日本女性就是冲着钱嫁人的，多说有点片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相扑手也确实有钱，不然每天不是吃就是睡，一吃还吃这么多，哪个没钱的家庭能坚持下来？另外，别看那相扑手个个膀大腰圆，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一眼看过去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人。实际上，这些相扑手的性格还意外的温和，而且呢，你很少看到他们的丑闻，毕竟由社会进行督导，一旦发现有品行不良的，轻者罚款，重则彻底的断送前途。所以和财阀娱乐圈比起来，简直干净的像张白纸。总之啊，完整的看下来，除了就是人胖点，其他方面简直堪称完美。有钱有地位，人还温和顾家，也难怪日本女性会这么喜欢相扑手。日本相扑手有钱，地位也高，所以日本女性想嫁。除了这些原因呢，还有个不能说明的理由，就是这些相扑手都很短命，平均寿命连55岁都不到。毕竟为了长胖亦或是维持已经变胖的身材，每天都得吃大量的食物，这无疑是在以透支生命健康为代价。所以就有人认为啊，等这些相扑手因为疾病而死掉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就能以正当的理由十分轻松地继承一大笔的遗产。不过就算有这么多的好处，也不是谁都能得到相扑手的青睐。你这么高要求别人，那他们对相貌有点要求，不过分吧？所以啊，在看到相扑手和他们的妻子站在一块时，就会发现妻子的颜值都不低，而且还都小有名气，有的甚至是日本的国民女神。最后再说一点，就是因为相扑而诞生的奇葩职业，比如说给相扑手清理屁屁的职业，介于相扑手呢过于夸张的体型，想要清理屁屁呢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就衍生出这种奇葩且具有味道的职业。关键是，就算是这种活，在日本也有人抢着要干。毕竟味道是有味道，但人家的薪资还是不错的。另一个呢，就是给相扑手编头发的，因为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发型要求，所以专门的相扑发型师诞生了。不过问题是，这种发型不是随随便便在哪个理发店都能做的，只有经过日本相扑协会授权的发型师才有资格为相扑手制作当前等级的发型。目前得到授权的人数也不过55人。对于这一项运动，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了个点赞关注呗，咱们下期再见。